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大家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应山，五哥好，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王志胜，大完。好，那柯文哲主席的这个案子，好，清华城啦，再加上政治先这个案，今天礼拜二，好不好？传统每次到礼拜二的时候，对，那《镜周刊》呢都会有相关的一些的报道。今天虽然已经被起诉了，然后中间也经过了包括中间交保啦，所有这些抗告，但现在看起来的话，《镜周刊》还是有一些相关的内容。待会现场来宾会帮观众朋友做相关的一些分析。不过呢，最新的是北检2度再提抗告。那你可以想象，再提抗告，好，大家在等高院裁下来会是怎么样？是发回还是驳回？那未来包括明天是元旦，是大家还要再战一次吗？所有的相关到底会怎么样？那柯文哲主席听到北检再提抗告，他是什么想法？来，会不会担心检方在抗告？第一时间3000万，对于我们那个时候来讲，我说过了。我们做事是很有计划的，要调钱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法官还没有讲清楚哦。柯文哲到底可不可以跟陈佩琪接触？请容我再说一次啊，出一张嘴比较容易啊。你要搞清楚整个事情的脉络，就请你把那个时候客观的状况搞清楚。好，那当然听到包括柯文哲主席，如果要听到北检还会再抗告的。再提抗告的话，那个哎呀，那个叹气，那一声，多少的情绪在那里头。那大家出来以后，第一个当然先去看他的父亲，因为毕竟在病床。当然希望柯爸爸身体能够一样 ，OK。好，可是这整件事，一川是现在看起来光凑钱的这件事很多啊，这些包括柯文哲那一声，哎。有千言万语都在那里头了吧？对，因为裁定交保这边7000万嘛，从3000到7000，下一次有可能就上亿夫了。我们都希望期待说，接下来到底是交保还是羁押嘛？那交保的金额会是多少嘛？先帮大家算一下，柯文哲家到底付得起付不起这些交保金嘛？以合法的金流来讲，柯文哲在2023年他的财产申报的存款是2464万4212块，这是合法的，因为你财产申报就这么多嘛。那2024年你的选举补助款是7380万，那加起来你扣除购买商办的钱，剩余款应该只剩下5544万嘛。那你昨天交了交保金4000万，那你不应该剩下1544万吗？好吧，就算今年你赚了500万。好，加进去，你剩下2000万了。应该合法的金流，可以解释的金流大概就是2000万左右。那2000万左右，如果裁定交保金提高的话，如果现在高院更裁地院的裁定交保金再往上调，多出了2000万，你就要得解释。你自己如果自己交的话，你就要得解释说你的金钱哪里来嘛？是柯妈妈给的、橘子会的，还是你其他的财产？你都得交代清楚啊！所以高院这个是高招啊，即使是提高交保金，都逼着柯文哲必须解释他的交保金是怎么来的嘛。第二个。当然，黄国昌讲说出一张嘴很容易啊，因为他很不容易啊，一下子一个晚上就出了3000万。一样，黄国昌也得把他的3000万交代清楚嘛。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的存款里面财产申报只有154万哦，是黄国昌跟他妻子的合并的财产申报，现金只有154万。所以你这个3000万，他说跟朋友借的，朋友筹的，朋友是谁？朋友是谁就很重要。如果跟柯文哲有相关的对价关系，那是不是变成是他案要侦办的部分？这些金流不能随便给。如果是你丈人，所以大家都怀疑是他丈人，因为他丈人是开建设公司的嘛。他丈人的建设公司叫什么？叫做恒河建设公司。如果是你丈人出的钱，是恒河建设公司的所谓的现金给了3000万给柯文哲去做这个交保金。柯文哲跟恒河建设在柯文哲任内是有一个都更案件在里面，我没有说这个都更案是违法的，但是如果是恒河建设帮忙出了这条钱，就有瓜田李下之嫌嘛。你为什么要出这条嫌？所以为什么柯文哲在法庭里面说他是跟黄国昌借的，就不能说是你给他的？而借款也有问题啊。
借款将军院法官直接讲说，交保金如果不自己的就没有约束力嘛，所以你借了要赶快还哦。你如果不还，你也要拿房子或你的土地去做跟黄国昌做抵押嘛，才有这个所谓的约束力。所以借的也有问题，因为借的会产生很多让大家不当联想的对价关系。刚才我讲的恒河建设就是一个不当联想的对价关系嘛。黄国昌要解释清楚这3000万到底是怎么来的。最后，如果他不提高交保金原价，那就是他也还有所谓的另案，他可以声押嘛。今天为什么周刊里面报道出这个雨果市场案，就是同一组人，这叫前传啊，金华城前传，买小送大，买了雨果市场啊，送了金华城。这个买小送大的同一组人都有因为雨果市场案，这也是钟小平告的雨果市场案的问题，他必须去声押这些相关的被告嘛，所以即使是我给你不提高交保金，让你返回一样7000万来交保的话，他还是可以有另案声押的可能性。所以检察官这次的2次抗告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不管是怎样的选项，对于检察官来讲都是一个有利的方向。另外讲到周刊的报道，讲到橘子的问题，为什么那个检察官要提出2次抗告？就是你这个7000万，你虽然可以防止他逃亡，说真的，柯文哲不会逃亡啊。他每天家里门口记者那么多，他怎么逃亡？他每天的行踪都被人家跟踪，反而逃亡不是问题嘛？串供跟灭证才是最主要问题。有没有串供？今天蔡壁如已经证实，至少是翻口供了嘛。他在检察官的起诉书里面说 ，When 就是柯文哲。但是他今天翻口供说没有，他没有讲这句话。他还说他要去告检调哦，他还要告检调、哦。他说因为那不是他讲的。我做过证人很清楚，证人进去的时候我也刚做过，我也唯一一次做过，是同样。一开始他们多谨慎，先要念那个所谓的台词，拒绝证词嘛，对，你证人证词，不得真三隐匿啊，否则你要负担所谓的伪证罪的责任。念完之后，他们开始录音，当然，录音完之后，他们那个书记官会这边打字。打完之后会一张 A4 纸给你看，是不是这些证词？你自己看清楚哦，你才拒结说这些就是我的证词。今天蔡壁如被写到起诉书里面，绝对你签了名的那个证词，直接在190页的起诉书里面摘要出来嘛。所以你今天蔡壁如说没有，你是不是就是翻口供了？而翻口供就证明了柯文哲确实有实质影响力嘛，不用串供，蔡壁如就得翻口供。为什么？因为他要选中央委员啊，小草都挺柯文哲啊，这些党代表都挺柯文哲。你蔡壁如果在证人证词的时候这么讲，当然会影响他自己的选情，这就是实质影响力啊。另外灭证的实质影响力的表现在哪里？就是辞职信啊。柯文哲说我已经寄了。我相信法官也让他寄啦，否则他不会在新闻稿里面说这个辞职信叫做禁止通信嘛，因为表示通信出去了嘛。那通信出去的时候，你党中央这份辞职信到底跑到哪里去？10天了哦，你还没有交到辞职信在哪里？如果连党主席的辞职信都可以被你们藏到不见，那你们其他的文件有没有可能被灭证？当然有可能了。不要忘记那本起诉书不只是金华城还有很多背信侵占民众党的部分，这些都有可能变成民众党他们现在党中央里面所有人去灭证的一个相关的证据嘛。所以这些东西串供灭证都会形成跟柯文哲他继续羁押，或者是检察官为什么要柯文哲羁押很重要的理由。另外就是橘子嘛，柯文哲说那个橘子是一个爱玩的小孩，我说真的啦，柯文哲把橘子的人生玩坏了。整个玩坏了，为什么？被一个爱钱的阿伯把橘子的爱玩的小孩的人生全部玩掉了，40年呢？对，他这一玩了40年。接下来通缉到2064年，到2064年，他已经是欧巴桑了，已经不是橘子了，变碰干了，对不对？所以整个那个状况变成是橘子，变成是如果你不回来，也会形成柯文哲继续羁押的检方抗告的重大理由嘛。所以种种这些理由，为什么检方要提出2次抗告？是绝对有它的道理。而2次抗告即使被驳回，他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声押，让柯文哲人财两失。因为原本的交保金还是要放着，他新的案的声押反而是会产生新的交保金的裁定问题。OK，没有。
是检方现在2度抗告，那当然你说抗告高院怎么裁还不知道嘛。可是包括你看黄国昌最近只要讲到这些的话，就讲说，包括检方什么脸皮比犀牛皮还厚，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就一定要压柯文哲吗？不压他不行吗？他们的态度就是这样，你为什么一定要再压他？那包括刚讲电子脚镣，电子脚镣这一块，如果大家回想是那时候在院方开包括要不要交保、要不要羁押这些的时候，是院方跟柯文哲之间。那问说，那电子脚镣这，因为柯文哲讲说，不要压，然后其他都可以接受，类似这样。但像黄章跟你讲，你们就是为了要羞辱他，所以现在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不会羞辱？我觉得黄国昌最近在这个案子做了很多事情，好像无意间他可能无意的，但是变成检方的队友。我觉得黄国昌最近在这个案子做了很多事情，好像无意间他可能无意的，但是变成检方的队友。比如说这个案子刚爆发，那柯文哲本来一度交保嘛，那个时候在法院外面，黄国昌就召集一群群众大喊放人放人什么的。那后来检方就抗告了嘛，那抗告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说，柯文哲他是党主席，都有政治影响力，如果在外面没有羁押的话，恐怕会严重妨碍侦查。后来果然就改成押了嘛。那现在这一次的这个柯文哲他被起诉了。其实现在我们在实务上，大家看到说，起诉之后其实都是以交保为原则啦。起诉之后续押的那反而比较例外。那柯文哲被起诉之后，既然以交保为原则，但交保希望还蛮大的。可是黄国昌在他第一度交保那3000万那一次，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敲锣打鼓告诉全世界说这个保金不是柯文哲的？这个派他的夫人拿了保金去，然后公开媒体受访说，这个是我们几个朋友大家一起帮忙什么。那我在想，这个检方肯定抗告的时候一定会记一笔，说保金不是他的，他会跑。因为法官后来也有提到这一段。对啊，因为那个钱是为了要让你会痛，对，就是你不会放弃这个保金，像朱国荣一样放弃无益，然后人跑掉。对，那如果都跟你没关系，所以法官会特别提这一段。对啊。那我就想说，奇怪了，黄国昌他是不知道这件事嘛？可是也不像，他是立委，他也是律师，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他一面表现的说好像对柯文哲很忠诚，但是一面都在透露各种还可以成为继续抗告要压他的理由的这些铺排，想的就奇怪。包括柯文哲说要辞党主席，为什么？因为法官他在这个更裁庭上问得很清楚，他说他没有政治立场，可是他必须了解他会不会辞主席，原因是。不辞主席，你天天接触证人，对吧？因为那些所有证人全部都是政党里面，除非他们都出去。对啊，那就是其他人离职。柯文哲不辞主席，也可以选择什么陈志涵吴怡萱，通通换掉嘛，换一批人，然后继续当主席。所以柯文哲他辞主席，不是什么叫什么意图要改变台湾民众党主席位置，是因为他不当主席才不会接触证人，不接触证人才有机会在外面嘛。那结果为什么黄国昌他就不让柯文哲辞这个主席？很奇怪。其实，在柯文哲还在押的时候，他就已经先做了预备，要寄信准备辞主席，这就是为了出来要交保的啊。结果他们都不让他辞，一直说从土城寄到台北那个信永远寄不到，一封寄不到的信。然后柯文哲亲自在庭上讲的时候，黄国昌立刻走出去，现在还在讲。这个是北检部的很大的一个局啊，故意要害柯文哲不能当主席。那好啦，柯文哲如果主席辞不成，那怎么去解释说会不会接触证人？法官已经让一个重要证人陈佩琪跟柯文哲住在一起了，那其他的呢？电子脚镣现在要主打说不能带电子脚镣，不能带电子脚镣又不辞主席的话，唯一剩下一条路就是关回去嘛。不然怎么办？怎么确保他不会逃亡？而且电子脚镣这个我真的讲很幽默，因为黄国昌他自己是电子脚镣的粉丝啊，他支持电子脚镣本来是适用在性侵犯，后来扩大适用的时候，黄国昌是支持，只要有逃亡可能就适用。而且今年呢3月他还开了一个记者会说，基隆地院你给这个诈骗集团只带9个月电子脚镣，一解除他就跑了。所以不能只带9个月，要带多久？带多久？
黄国昌对电子脚镣的意向本来是这样的，怎么今天换一张脸说啊，戴电子脚镣就是羞辱啊？那刚刚看影片，他还说什么柯文哲会逃吗？我也很想相信柯文哲不会逃。我相信更多的国人过去都认为柯文哲不会贪。我相信更多的国人过去都认为柯文哲不会在市长室里面拿地方派系的300万。啊，现在嘞，不是有拿？我们也很想相信他啊，但是他的这些所作所为有办法让大家这样相信他吗？所以我认为他们现在所有的反应都在做政治处理，完全没有在法律上做攻防，而且他们法律的攻防，你看他退了很远。过去黄珊珊不是来开记者会昭告天下说送容积本来就合法了，金华城容积没有违法，现在他们都不讲了。他们在这个交保跟更材的时候有没有讲说宋荣基本来就合法了，没有违法的事不讲了。然后呢，他们现在只主打那个1500，对，他们退了很多，包括小沈1500，一开始被媒体爆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辩词是说柯文哲说是约见面时间，然后检方问他说你那天根本没跟他见面，他还说我们改期不行吗？现在他变成我不知道哦，他没有再讲时间哦。接下来还有什么？还有那210万，到现在只有一句合法政治现金。那我想这个辩驳简直是薄弱到不行啊！你看博文在这，小平在这，如果这210万真的用合法现金一笔带过的话，以后如果我们要收贿，全部寄到我们政治现金账户就会变合法。可以这样子哦。那以后政治我看贪污治罪条例废除算了，所有人都用政治现金账户来收嘛。但他们对此完全就是无防御之力啊！唯一的一个所谓小沈150，他只会问谁看到交钱了，好像没看到交钱就不算，对不对？就好像2个人生了个孩子，验 DNA 都是了，但是只要没有看到关键的那一刻，就都不算，就说这孩子不是他们的。那这种抗辩法在法律上，我觉得最后很难行得通了。你看今天出来。同样用我不知道来做抗辩的林姿妙，现在不是判12年吗？12年6个月。对啊，而且林姿妙也是因为图利罪。对啊 ，OK， 他的一项完全连收受贿赂都没有。对，他也是说他不知道，他都不知情啊，他都说他没有利益啊。那而且甚至林姿妙案子后来证人也有翻供，但是法院说不好意思，这个翻供你已经交保出去了这些。所以柯文哲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做法律处理了，做法律处理绝不是这样子。他在做全都是政治处理，全都是为了要帮这个党续命，要帮黄国昌续命。这个王世坚立委有一个形容，我觉得很传神啊。他说黄国昌是要借尸还魂，就是附在这个党上面，延续他自己政治生命。所以他现在在外面喊的这些，虽然他顶着法学博士的光环了，其实事实上全都是政治语言。现在看起来的话，不过你觉得你看到的这些都是在做政治所有的操作吗？可是这政治操作。能够操作多久呢？因为接下来一审总是接下来就要进行一审审理嘛。对，那你总是会有好了，你除非说审出来无罪，可是如果要真的有罪，而且一审看起来也不见得会审很久是。那难道要操作到什么时候？好，除了这个以外，橘子，柯文哲一直在告诉大家，橘子的角色淡到不行。那我今天听那谁是小牛吧？小牛今天在一个广播节目里面，他直接讲说。柯文哲主席，你现在把橘子讲得这么淡，他说他们这些人都知道橘子到底有多重要啊。是他今天甚至在媒体上讲的一个例子是说，他说连有一次是橘子来跟他说，柯文哲主席讲说你的文章写得很棒，他现在想为什么会是你来跟我讲？你感觉上是以前像皇帝身边的那些人一样，可是现在在柯文哲口中，橘子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不是吗？是。我先讲一下，这个橘子不是外面说什么媒体啊、名嘴啊，或者是这个外界给他的这个评论说他是重要的账房。这个说他是重要账房，而且跟在这个柯文哲身边亦步亦趋的，是很多的基政，包括橘子的这个好朋友这个林鼎峰他的证词。他证词怎么讲？他说橘子是柯文哲的随行秘书，也是处理财务的重要人物。同时，检方也掌握说他处理这个橘子还安排柯文哲会见沈庆金。另外，大家知道一般人，例如说包括我，其实坦白我们事情很多，
可是就是因为事情很多有时候搞不清楚事情，所以有一些政治人物确实，或者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士，他可能会有2只手机，可是我到现在还是只有1只手机。但是我的意思说，如果橘子在柯文哲身边就是调皮爱玩的小孩，对啊，他搞那么多只手机干什么？而且他其中1只被扣的手机里面查出的这个文字，来，我跟大家讲，一般所谓这个爱玩调皮的小孩会有这些讯息吗？他说，根据这只被查扣的手机这个橘子被查扣的手机，他说拜会沈庆金拜会沈庆金跟着老板去拜会沈庆金，那是随随便便的那个小毛头吗？绝对不是例如说，威金总部大楼还特别讲说车子开进停车场，这显然就是很核心嘛，跟着老板进去嘛。陶朱隐园顶楼，谁有去过陶朱隐园？我是看过了，说什么外形像库斯啊，对，谁有去过这个陶朱隐园？我是没去过啊。另外说私访小沈，所以我觉得从这些事证里面，你可以知道说，这个橘子他显然不是所谓的这个什么调皮的小孩。那为什么柯文哲这个时候要给他讲说，就是爱玩而已啊？他这个事情发生到这样，他故意把它淡化掉。但是我是觉得我替橘子很不值，就像橘子真的很年轻你知道他今天的通缉令是说他要发布到2064年我的天哪，还39年我是用2025算一直到2064年还39年，这39年你真的都要过这样的日子吗？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橘子他真的是这个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就像今天林姿妙被判刑之后，他讲说我光明磊落，他自己亲自去现场聆听他去聆听有人去去这时候政治人物去聆判对，那我的意思说，不管他2审3审怎么样但是我至少说这也是他展现一个态度啊。那橘子同样我好了，假设我真的是去日本游学，我在那边游学，我就会念个书，被你们抹黑成这样，被你们讲成这样，早就不要说亲自回来，我至少都发好几篇脸书了，他到现在都没有。而且他在那边生活，查他的户头，查他的信用卡，没有任何的资料。5个人总要吃饭吧，人总要住吧，人总要基本的生活开销吧，通通都查不到。那请问你钱从哪里来？谁资助你？更何况你一个人只身到国外去，那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包括今天也有人传出说，他是不是用了所谓的什么黑莓机黑莓卡？更何况你一个人只身到国外去，那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包括今天也有人传出说，他是不是用了所谓的什么黑莓机黑莓卡？这个黑莓卡坦白讲我没有用过，可是听说是不用实名制，然后可以国际漫游，然后呢这个什么这个可以预防什么一堆的啦那我觉得一般正常人根本不需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橘子一直到目前为止，他所传闻的大概都是他很重要，特别是他的男友林鼎峰还讲了一句话最经典，他说这个陈佩琪家里有3000万到6000万到3亿的现金。陈佩琪就说不要放那么多钱在我家里，这句话也不是我们传的，就是里面传出来。所以我觉得针对这些事情要讲清楚。另外，我是建议这个柯文哲我觉得他们真的不要再做政治操作。为什么？你这4000万大家看到那个陈佩琪那天到义营去，他说解个定存出来就拿了4000万出来，大家算算你的那个财产申报也不过是2464万。大家记得2年前我印象都很深刻。2年前，当时记不记得台北市议会说双城论坛现在两岸关系这么差，不要再办了做一个决议说我们不要办双城论坛。结果柯文哲执意办嘛，办下去之后，议员就说那这个钱你们出，柯文哲自己付，我们议会没有同意自己付。陈佩琪秀出他的那个账户，说他的那个柯文哲的薪资转账账户里面多少钱，你知道吗？111万2千元，111万2千元，才2年的时间，他去义营解个定存就4000多万，所以这里面难道没有金流要查吗？这里面难道没有可疑的地方？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小平，你说像那个柯文哲要不要辞？这件事情在黄国昌的口中就是你北检，你从头到尾好，他除了前2天有讲，这整个局就是赖清德要布下，让整个民众党根本不是针对柯文哲，就是让民众党团灭，就是这个样。那至于刚刚讲到说柯文哲要不要辞，黄国昌是直接跟你讲说，
这是北检部的一个大局，意思就是，如果你不辞，我就压；你不辞，我就继续，反正法院不压，我也再向高院提抗告，我就一路要这样。他的意思说，你就是要让柯文哲辞掉。现在看起来是这个样吗？因为，可是当时是柯文哲自己在羁押的过程，我们那时候也讲，我也不懂为什么他会提早1个礼拜说要解除通信禁令，然后一定要发这封函。那时候大家也搞不懂啊，因为你是在最后那个交保庭的时候，你是可以当庭，他就是当庭也讲了啊。可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而这整件事情，橘子真的该回来吗？这个橘子跟这个辞不辞主席可以连在一起谈，因为柯文哲人品很低劣，不值得这样做。橘子，好不好？我跟你讲，你在呼吁橘子哦，呼吁橘子，镜头在那啊，呼吁橘子赶快回来。我管你在澳洲还是日本，你划不来，不值得，好不好？在这里呼吁一下，柯文哲哦，柯文哲就是很俗辣，你知道？我讲柯文哲是贪污犯。阿扁也是，阿扁被关的比他更久，对不对？关了好几年。然后呢，阿扁至少气不衰，雄赳赳气昂，就我不认，然后我认为你们都是打压，就要弄到底。那你这边又说是打压，又叫黄国昌当侧翼，一直讲那些用那个这种政治的话语来影响办案等等。黄国昌怎么可以说谎成这样？今天这个为什么要丢出那个信？说我可能因为4个月到了嘛，那要到法院去了，他想出来，然后呢，那有没有写那个信？我看是没有写，我认为根本没有辞职信，从头到尾都没有，也不是那个周瑜修把它毁掉，也不是我们全国的邮差罢工，就是没写那个信，就一直靠这个作为筹码，作为我辞主席，我可以比较容易放我出去，就这么简单，他就是要出去。可是他那天当庭跟法官讲说，他1个礼拜以内他要辞啊，他如果不辞，那当然他不辞，法官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就说，那我撤销你的那个交保，我要什么？可是，在后面开庭，你想想看，对法官来讲，你连这件事情都糊弄我，那你其他讲这些东西，对柯文哲来讲会不利啊。我如果是他的律师，应该这样，我也不会让他这样干啊。应该这样说哈，那个具体囚禁28年半。那法官第一笔钱用3000万押他，然后就是交保，第2笔钱加了4000万，新政已经很强大了，而且同一批法官还判的一审是这3位嘛哈，所以他已经不是图柯文哲已经不是图判有罪无罪，而是图我先出来再看，那他跟黄国昌2个哥俩好，就出来以后不管谁当主席，总是几个当地几个斗逃，就是用企图幼稚到用政治来想干涉司法，他们的心思是这样嘛？我看懂了。好，那然后呢？主席辞不辞，实质影响力不能跟证人、跟所有的其他被告能够接触啊，干嘛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哦，他今天第一个说谎是从头到尾不管什么环节，有写信没写信，周瑜修有没有收到信，邮差有没有罢工，他都说谎，对不对？因为我就没有辞嘛，到目前为止，不然已经辞掉，他就没说谎，对吧？这个逻辑很清楚。好，然后你看呢，他现在把这个当筹码，那今天检察官如果这次没抗告的话，你以为他会辞？我认为他也不会辞，2天后辞嘛。那2天后过了没？过了吧？也过了。所以，但他又抗告，如果攻防焦点到那个点上，什么点呢？就是你辞主席，我就这个交保；你不辞主席，我就压你。他会辞。他辞不辞？可是你这段话就会落入黄国昌刚讲的那段。你看，所有的小草，就是这个检方就是要柯文哲辞，他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主席继续当主席呢？这就是政治，这就是政治操作，这就是赖清德想要把我怎么讲的跟他讲的一样，他讲的意思不就是这样吗？黄国昌就是从这一路推到最后，不会就你们要把人家团灭了？不会，有小平在，所以他讲那个赖清德总统那件事不会成立。因为是他告的，对，是他告的。今天呢，小草这样想就是又蠢又坏，你知道吗？今天我就压你了嘛。今天如果有实质影响力的话，总统对法官如果还要动手，当然有实质影响力。不要扯什么主不主席，我就压你就压了嘛，孩子在逃的局主就压了嘛。今天是因为法官他可能第一个还认为说证据力在决定，这有没有实质影响力，在决定在挣扎，对不对？压跟重保，然后重点是什么？重点其实话倒回来讲，法官是不是也在搞政治？法官也是人也是很强大的这种媒体报成那样，所以他取法乎中。
我加钱了，加到7000万，是啊，不，你我是法官，可能也会软弱啊，也说不定啊。对，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这次的抗告下来，如果攻防焦点在这个上面的话，我觉得他可能真的会辞。他想不想辞？我跟你讲啊，他实在没办法，我就辞了。大家什么媒体写说什么只有2选1嘛，林富南跟那个黄国昌嘛。一定是林富南，也不是黄国昌。他对他心有忌惮嘛。因为第一个林富南没有政治野心，第二个没有政治能力，林富南就是他的人头嘛。我都不想吃，我当然找个人头，我怎么鬼话旁可以给黄国昌？我犯傻吗？好，所以再回到橘子，他在庭上说请黄国昌帮忙处理，帮忙有没有讲说我是雍正，他是乾隆，我让给他？没讲这个话，我跟你讲，真的没有。好，再拉回来，橘子，他要小心他的处境的。全世界什么最多你知道吧？黑道最多。请问黄芳燕的下场？美国黑人也找他，华青帮也找他，韩国的帮派也找他。黄芳燕生不如死，也带了一堆钱、一堆钻石等等哈。橘子是谁啊？还有请问今天橘子台湾的什么兄弟罩他？还可以安稳到今天？这个是里面还很复杂黑白两道的事。请问橘子不管在日本、在澳洲，难道都没有黑道吗？当然有。你一个小女生，这台湾目前的兄弟保护你一时，能保护你一世吗？所以你的处境是非常危险，这样对一个小女生讲非常残忍，我觉得。所以赶快回来认罪吧。义父，现在看起来的话，其实光筹那些钱，感觉上大家当初有讲，你会发现那个过程当中，当沈晶晶拉到1亿的时候，最辛苦的是他，才刚讲完1亿要拉到1亿没多久。然后那个钱就已经到位了，本来连当天晚上都不要再看那个自由市待，只是没有办法，因为法院的人下班，好不好？你要等人家上班才能够办交保，结果变成是这样后来发现沈经理再有钱吧，也是要东借西借变成这样。可是对民众党来讲，现在好从民调上看，是不是民众党的人大部分也还是觉得柯文哲你继续当主席，他还是希望他当主席，或是讲最近这一波的政治操作。其实民众党的民调也没有掉，是不是表示说这些好？尤其柯文哲被交保以后，对很多他们的人解读就是，你看我们的主席就是被你们栽的，是这样吗？我觉得就是起诉书有关收贿那一部分，就是给民众党的一个喘息空间嘛。所以你注意看，民众党在所有政治打压，它都集中在收贿那一块，1500万有没有实证的那一部分嘛？政治现金不谈，木可不谈，因为都不想谈，因为谈得更麻烦，因为只要问他说，不对啊，谢国樑他妈妈200万给党中央啊，没有入库啊，你们要不要跟柯文哲追讨？他总不能说所有作证的人都说伪证吧？前面你可以开玩笑说谢国樑做伪证，你现在可以把那个 USB 里面的所有的人都说做伪证，还包括邱佩玲都说伪证嘛？柯文哲都说邱佩玲说有，那就有了，你还能说他做伪证吗？这个已经很难打了，所以他集中在那边嘛。当然，你看到政党支持度，其实他还有13%，这是正传媒做的嘛，还有13%嘛。他跟上一次12%多，其实差不多，增加了1.8%嘛。其实我觉得政党支持度已经跟柯文哲并没有那么联系度 ，OK， 并没有那么的合在一起。你看民众党的反感度50几%，但你看柯文哲呢，不信任度70%，所以他有一点脱钩。那脱钩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原因。你包括还有一件事，国民党是什么态度啊？所以他有一点脱钩。那脱钩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原因。你包括还有一件事，国民党是什么态度啊？国民党是什么态度？那国民党是什么态度？你看嘛，柯文哲有无贪污、受贿跟图利？民众党还有10.3%认为有啊。国民党有38.7%说没有。因为他们国民党里面确实有一些人，尤其我不知道是不是比较深蓝的，也会觉得赖清德是不是在整他们，对不对？蓝营的人还是有人会。另外角度，就是国民党支持他，也撑住他的支持度，对嘛？对，他是撑住他的支持度啊。所以你看那个政党倾向里面，
国民党还有1/4支持民众党，对，然后你说该不该辞党主席？因为连国民党都有52.8%说不应该辞，对，民众党只有56.3%说不应该辞，然后国民党有52.8%说不应该辞，不应该辞了。52.8%，他有31.9%，说不应该辞，你看比例有多高？国民党超过1/4以上的人认为柯文哲应该继续当党主席。他们是不是忘了那个蓝白河总统大选蓝白河那一次的刺激感？讲起来感觉岌岌可危。是蓝白票和在一起，我们倒霉。钟小平，现在你岌岌可危，你连民众党有31.7%认为该辞，国民党有31.9%认为不该辞，所以你就知道说。有些民众党的支持度或该不该辞是国民党在垫底，国民党在垫底，这非常有趣。你们国民党基本上支撑了民众党某一部分的政党支持度，也支撑了一些柯文哲个人的那个信任度。对，你们支撑了半天，然后你们忘了11月15跟那个君越那个武汉肺炎那一幕吗？你们都忘了吗？既然还有这样可以支撑，你当然你说你看了这一份，我也觉得蛮有趣的了。然后认为柯文哲贪污的，你就以钟小平为首的市议会，但你转过头来看立法院，徐小新帮忙讲话，李彦秀帮忙讲话，吴宗宪帮忙考察北检，你会发现国民党两轨制。两轨，就立法院，那个立委那个议员监督市政府，立委监督中央，他们是高铁，我们是那个台糖小火车。但是高铁有时候回过头来看，那8张票很重要，那8张票很重要，财划法要不是民进党突贼，对啊，要不是民进党有3个人没出现突贼，如果照你这样讲，对柯文哲来讲。在未来，这8张票这么重要，国民党还要靠这8张票当然，所以包括还是有一些少少的支持度。对柯文哲，就算就刚刚讲，就算他辞了主席，他的影响力绝对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所以未来还是可以呼风唤雨啊。这个我跟他不一样，我认为他是真的要辞我认为他真的要辞。其实黄国昌讲的话，我觉得蛮奇怪，他不是说我们党公职几10个人被约谈，怎么样就是灭党。柯文哲第一次在庭上说要辞党主席是什么时候？9月18，他9月5号才羁押，提讯好像第一次、第2次他就说他要辞职了，不能因一人为党不能因一人回党对不对？还交代黄国昌怎么样？那时候奇怪，怎么会是北检要党呢？然后你注意看那个。庭上说的时候，不是有说吗？我9月的时候要辞职，北检就是不答应啊，所以我才想，原来北检在护着柯文哲的党主席，不是要他辞党主席啊，如果北检逼他辞党主席，你9月就要辞了，那个信，我马上核准你发，不是吧？9月的时候，他就说他要发信的时候，北检还不答应呢，还护住他的党主席，现在回过头来北检要逼他辞党主席，那为什么9月份不赶快让他辞呢？这个逻辑有点奇怪。而且9月18号，我问一句最白一点话，那些党工被约了吗？那时候徐福被约有被约吗？后面那4个是快要起诉的时候才约。黄珊珊、蔡壁如也是这么晚才约的吗？就是说在柯文哲9月18号之前就约了吗？都不是吧？都不是吧？所以有时候。你拿柯文哲的讲话，你会觉得，柯文哲的讲话跟黄国昌的讲话好像对不上那突然回过头来看到他那天70万交保7000万交保那一天，7000万交保那一天，功德会的70万，7000万交保那一天，柯文哲走出来那个画面，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世轩吧，跟黄国昌2个人，走在前面，好像随扈一样，还不时的回头看，2个人走得很前面，好像随扈在引导。那个，所以你看黄国昌就是竭尽所能的要对那个柯文哲表达忠心嘛。我再请问一下，如果凑来的
为什么是老婆拉着行李箱？还比夜拒保，还拒保，真的是凑来的吗？你从他老婆拖着行李箱，面带笑容喊夜，然后拿出来的钱都那一捆一捆的，刚好包得好好的，好像从银行里面100万直接领出来的。拒保人，我请问一下律师在这边，如果他都没有逃亡，3审都定谳了，保金要不要还？当然要还啊，还给谁？拒保人啊。拒保人啊，黄国昌的老婆。对啊。那你可以想象，那后面那一笔钱应该是谁的吧？不难猜吧？因为黄国昌一定说不是他的啊，因为3月份他申报财产才153万啊，他当了11个月的立委啊，总共收入220万，然后不吃不喝才能存如果他说是他的，人家都说黄国昌的积蓄，马上黄国昌来说，他老婆的财产一样要申报啊，对啊，所以一定不是他跟他老婆，所以马上说，你有财产来源不明的问题来交代一下，因为他11个月的立委啊。薪资只有220万啊，那你怎么会有3000万？对他的意思当然就讲说，那就是朋友，只是由他老婆具名去当拒保，他一定是这样解释啦。没有，有时候你看柯文哲他老婆讲小孩的时候也是讲，他人，他现在搞不好朋友岳父也是朋友嘛。不，就是确实对柯文哲主席来讲，你说他接下来光这一个金华城加政治现金案，接下来开庭，对。然后好，我们等一下还要再谈到，又是钟小平告的那个雨果市场，因为今天周刊又出现雨果市场，包括连可能中间过程的一些人跟金华城大概人都差不多，对，也就是说柯文哲讲有一段话是对的，他接下来光处理这些官司的事，大概都所有的精神都花在这，他要怎么去怎么处理政党的一些事情，可是官司非常现实。你觉得包括法官、包括检察官问话、包括起诉书出来以后，有多少柯文哲在过去，刚才阿苗讲的，以前没有人相信柯文哲会在市长室会不会收到那些钱，也没有人相信他会开公司还付肖像权给对这些，当你这些东西全部都出来以后，说实话，除了刚讲那个民调上看，还是有很多人少信他是没错，但其他人呢，他的政治生命呢，就这样了吧？几个东西，第一个。柯文哲一定想要延续政治生命，当然，虽然沈大佬说他的政治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了，他今天洋洋洒洒发了10点，第一点就告诉你柯文哲政治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但是我相信以柯文哲主观，他一定想延续政治生命。可是当前要延续政治生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先处理好司法的问题嘛。就是我不管现在的这个金华城案、这个政治现金案，后面的这个雨果市场案等等的北市科的，我接下来这么多司法案件。我要怎么解决？所以怎么解决司法案件？把司法转成政治。我现在从出来开始，这一刻开始，我第一件大前提是我一定要在外面。我要在外面，我才能够形塑出我面对我这个跟司法之间的互动。然后累积继续延续政治的能量。所以你会发现，柯文哲出来之后的说法。其实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原来这个检调调查的、把起诉书的内容等等，都要从这种司法调查变成是政治追杀。所以他才会一大堆变来变去的说法，让大家都变到说，其实小草们可能开始想，到底是不是这段过程当中所谓的压人取供？所以你看到几个嘛，硬碟，我觉得硬碟真是太经典了。好，硬碟他一开始讲是硬碟的地方，他一开始讲说。检调来的时候就放在他家桌上啊，他也不知道是做谁的。然后后来因为再继续问说，那放在我家就是我的。然后接着又说，硬碟就算是我的，里面的档案也不一定是我的。对，好，可是这就刚刚提到了，可是你的档案里面，蔡壁如也证实了，而且不止蔡壁如包括了陈佩琪也讲了，就说硬碟是柯文哲在使用。所以我现在在想说，小草要蔡壁如这个退党。所以因为你讲了一个，你讲说这个没有，你看署名是问嘛，所以蔡壁如真的讲的，他说。然后检方的起诉书里面是不是讲到是他来证实问是柯文哲？他否认，而且他是直接说他不会知道问是不是柯文哲。如果起诉书真这么写，我就去告检调。他还讲说检调是诈骗取供，就跟他讲压人取供是就立刻追上柯文哲的思维你看就讲诈骗取供，不管是不是嘛，但是至少。陈佩琪如果按照起诉书讲，陈佩琪有提到是他用的嘛，只是没有讲到问而已嘛。那你讲的过程当中也有讲那个署名的问题嘛，所以你光一个硬碟，他现在就翻供翻的大家就已经七晕八素了。那你更不用讲
橘子的问题，我觉得也很经典的。你可以把 orange 讲成 orange 就说我写错字。智商157的台大医师，而且他一直都用英文的，应该不容易写错字吧？而且你真的写错，我也很好奇。精华，然后如果是 orange 出国，那是 orange 谁出国？精华那个金字也写错。对，好吧，都是错字。OK， 不管。那所以基本上你会看到说，他出来要做的一件事情，虽然不断的被起诉书里面各式各样的证据，包括证人。像蔡壁如这样的打的，原来在里面讲的话打脸。他出来要做的一件事情，虽然不断的被起诉书里面各式各样的证据，包括证人，像蔡壁如这样的打的，原来在里面讲的话打脸。可是他还是不断的要翻供，对，他不断的要去创造出说，你看这个都是假，都是错的，都是假的。我原来不是这样讲的啊！你看橘子只是一个爱玩的小孩，你们把他罗织成说这个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下党主席，甚至我明明是讲 orange， 你就硬要栽赃我说是 orange 出国。请问一下 ，orange 说你硬要栽成 orange， 小草也会相信吗？可能会哦，铁草可能会相信哦。对，因为。昨天还前，昨天有一个来宾讲，因为还有小草，就直接想办法做一个证据还原，就是写一个 arrange， 然后把它撕掉，再拼回去，然后接下来你看吧，你看那个，这就有可能arrange， 然后你们就把它搞成是 orange A 那撇被撕掉了，没有贴上去的概念。对，这是好 OK。对，不管凡此种种，你看到的现在柯文哲虽然他的说法变来变去。然后不断的被证据打脸，可是他还是会继续这样下去。为什么？很重要的一点，他就要把整个现在司法，包括未来的一审，包括跟检调之间的攻防，把它做成是一个就是政治追杀。黄国昌这点跟上了。黄国昌这点跟上，就是你把它跟上是一个政治追杀的对决。那柯文哲就算接下来面对一大堆司法案件。没关系，全部都是同一个标准，全部都是政治追杀。他万一其他案子再进去，再出来还是一样，还是政治追杀。可是最后一个就是蔡壁如，我觉得现在是真的是尴尬。因为你如果起诉书是这样写的，他现在要跳出来讲说这个是诈骗取供等等之类。可是诈骗取供，我在他现在这个接受独家他访问的时候就说，他这个检调罪我是诈骗取供，所以是有取供。他有取供，只是你骗我，只是你可能你骗我，或者你引导我，或者是你把这个前后文的东西怎么样去做成那样子。问题就是刚刚一昌哥讲的那个你都有相关的录音译文你都要对过因为你要看的，你可以看到那个蔡壁如有多怕柯文哲。对，你知道这个证人如果做伪证，那个7年以上，而且是拒绝。你想想看，他今天敢在起诉书上面写你这一段。那是录影结果你既然这样翻供，你如果真的惹毛检察官办你这一条，你吃不完兜着走。其实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这个不要太犀牛皮了。你知道我刚刚突然闪过一个谁，你知道吗？闪过一个台北市议员，他只是为了一个5万块，被3万块5万块被关了3年，5万嘛被关了3年，就是你同选区的你想想看，他为了这5万块，我们现在光是。柯文哲的不明金流已经多少了？他光解释，我随便一个讲，那个沈庆金跟柯文哲不是在新加坡密会，对，橘子也有去啊，橘子也有去，回来说，存了273万，用 ATM 也是 ATM， 对，用 ATM 就跟陈佩琪手法一样，存200多万，273万呢，到现在解释不清楚，这273万哪里来的？那不是很奇怪吗？那这些都不用解释，这个叫政治追杀、政治破坏，这检方乱办，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坦白讲，这个我认同那个志胜刚刚讲一句话，其实他柯文哲要出来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政治操作而已嘛。他出来你想想看他今天哪一件事情他觉得不对啊？没，我出来门口晃一下，一大堆媒体记者，就是他随便讲几句话，放个话，晚上又大家又可以吵一大堆，所以他出来政治操作远大于他打这个。法官打这个司法审判的这个重要性，但是我觉得这样搞下去，我觉得对于这个他的案情不会有帮助的。好，有很多人都还在讨论橘子的这一块的。那好，包括讲说今天媒体上面有出来，他从新加坡回来以后，然后就存了200多万。当然有很多人也会讲说，他们两个
千里迢迢，如果沈庆基跟柯文哲跑到新加坡密会完，就拿了200-300万，然后回来存，这不是太少了吗？感觉上那个海外交付应该就是很庞大的一笔，要不然或什么什么。当然有人会做这样一些质疑，但你说回来以后用 ATM 存200多万，这也是很奇怪，为什么回来以后要这样？有很多的东西都让你不解。当然，包括法官跟检察官还有柯文哲在法庭攻防，橘子这个角色，有很多人一直都对他寄予厚望。所以寄予厚望就是检方一定把重心压在他的身上，因为他还在逃，他被发布通缉40年。柯文哲如果出来，你可以想象，包括他还有另外一只，在前面就有另外一只手机了，后面会不会用其他的方式，会跟远在国外的橘子有没有任何联络的一些方式，不知道。那检方一定把重心压在这，但是法官的意思就是，那是你要解决的事，你要想办法去透过司法互助或任何方式，去把橘子给找出来，证明他在这个案子里面的东西。如果只用一个他，你就关了，你就一直要压着他们，他觉得在比例原则上面是不是有失衡？虽然我再讲一次，你看完法官当时的那个裁定的理由的那些，他一开始就说这些人犯罪嫌疑重大，他也认为人性上这些人是可能跑的。在过程看完了资料，他也觉得有串证的嫌疑非常重，只是他觉得用包括保金啦或什么什么电子脚镣这些方式，他觉得可以。那或是他觉得在比例原则上，所以橘子的角色在法官的意思就是检方麻烦你想办法去查这一部分找出来。好，那这是柯文哲在后面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光打起官司来都不知道打多久。小平是，以后我们每个礼拜二会看到周刊，就会开始出现雨果市场的嘛。对，因为今天已经开始把重心从金华城跟政治现金开始有雨果市场的。雨果市场这件事情，当时你去告，对，除了那个讲减项工程啊什么什么这些，今天媒体上有一段是说，这里面可能涉及到的人啊有没有犯罪不知道，包括金华城呢也要等犯罪定验才能说柯文哲有犯罪。可是这里头所提到的人民跟金华城的人民几乎雷同，是这样的。是这样，因为他手上2个很厉害的公司嘛，一个叫鼎越，负责84顶的容积嘛，然后呢，那案子可以赚了几百亿、1000亿嘛，金华城。那这个叫中华工程嘛，因为它真正最重要的2个公司叫中华工程跟中石化这2个上市公司，它的根本啊。那后来他又去弄房地产嘛，那是第3条路。好，然后应该这样讲，2019年哦，叫做雨果市场年，2020年叫做金华城年哦。那为什么叫年呢？就是他们感情发生了急剧升温的变化哦。来看我稍微讲一下，这有2场见面啊，在2019跟金华城有关，2个主角当然就是柯文哲跟沈庆基嘛，对不对？2019年的7月8号，柯文哲到威金集团总部拜访沈庆基，然后呢，这个2019年11月28号，沈庆基邀柯文哲到金华城总部见面，共进晚餐，吃了3个小时。这个时候就是深水区。2018年的时候，那是选完以后双城论坛了，是吧？那个就是两岸一家亲，那是浅水区。那在2019年7月到2019年的11月啊，超过了3个月。柯文哲讲过一句金句，你知道？任何男人跟我相处啊，超过3个月，一定爱上我。这时候2个真的相爱了，你知道？从7月相处到11月。今天媒体上有一个时间点很重要，说雨果市场在第一次有流标，对，他说流标的当天晚上，这媒体的报道，对，说流标的当天晚上，柯文哲跟沈庆基见面了3个小时，对，就在这里面。更正一下，他不是流标，他是第一次招标公告哦，7月8号是第一次公告要招标 ，OK， 好，公告以后，那前面因为那个案子啊。不会赚钱就没有人标嘛。那第3次他一家标嘛，一家标不行嘛，那个采购法不能一家嘛。那第4次就可以了，就一家标就标到了。然后标到以后是2月15号标到这个雨果案子。然后呢，2月20啊，沈庆基啊，就2020年开始2月20号，沈庆基跟着由朱家虎陪同到市府拜会柯文哲，讨论1小时，然后比个赞，沈庆基非常满意。那结果2015年标到，过了5天又去市政府，接下来就是到2020年3月10号，就是另外一个案子叫做金华城的便当会的开始。所以我简单讲，
他们真正结缘相爱，然后官商勾结，是从那个雨果市场开始建立了共识以后，然后呢，我简单讲，同时最早的是392到560那时候，我觉得还好。那再来下来就是2019年，就叫雨果市场，再来2020年的便当会，那搞了2年拿到建造等等哈。所以呢，真正你们内部的人讲，真正他们的感情很好哈，是2019年的下半年开始，他们感情就非常好。所以第二个案子一定是雨果市场开始。我觉得会第二个案子是雨果市场。所以雨果市场中间也有包括沈静晶的角色，包括彭振声的角色，包括应小薇这些，真的都有吗？在这个过程有那个便当会的时候也有提到雨果市场，也有特别，但主要是金华城啊。好，那重点是这个案子，请问是谁来主办才对？是黄珊珊。为什么？因为他是市场处。市场处是产发局，产发局督导的副市长是黄珊珊，市北科也是产发局督导是黄珊珊，他都不碰，那都给彭振声，丢给彭振声，彭振声就觉得很倒霉，他金华城就是抵抗嘛，对不对？然后便当会都不参加。这个2月的时候，他们到市府见面的时候，然后他见了2月20号见了这个市长之后，那是就马上才去见那个副市长，因为市长给副市长压力，本来他也不要接，他也不要碰这个案子，我也不要接，你去叫那个发包，叫黄珊珊发包，为什么我不是我的局处，我为什么我要发包？他管的是都发局嘛，跟公务局啊，又不是产发局，可是因为爱做官，2个案子他老先生也可怜呐。一个叫做雨果市场，一个叫金华城，都强迫被柯文哲然后违法来做这个事。OK， 阿淼，你自己判断雨果市场在未来会甚或会跟金华城一样，对柯文哲来讲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些困扰吗？在未来，雨果市场我觉得是台湾公共工程非常恶劣的一个案例。因为它完全扭曲了减项发包的定义。一般减项发包，我相信在这边大家都知道，减项发包的定义最重要的是不能影响它的功能。如果我要盖一栋大楼，我减项我可以减什么？减一些软装，或者是建材这个不要用那么高级，但是我不能够把一个楼减项盖成烂尾楼。柯文哲的这案子就是把这个楼减项，让它在发包的时候就是烂尾楼规格，因为本来一栋鱼一栋果嘛，那一个要盖8楼，一个要盖6楼嘛，那钱不够，前面流标的正规的做法就是来跟市议会讲，申请追加预算，等市议会同意，你再用更高的钱去整个发包出去嘛。当时柯文哲的市长室，这个是蒋万安上任之后我查出来的，又是在柯文哲的市长室的会议里面，下面的人跟他提2个案子，一个就是到议会里面去追加预算，议会同意之后再整个全部发包。第2案就是砍头啊，把6楼以上作为后续扩充，只发包1楼到5楼啊，对不起，地下到5楼，然后呢，图不改，他的这个都审这些全过了，图都不改哦，在这个发包的规格里面，就是直接写说只盖到5楼，后续6楼以上，等到市府 say yes 再扩充，然后到底要多少钱另外谈。你看博文马上都笑了，太扯了，真的太扯了。这个案子，这个雨果砍头案呢，我请蒋万安去把这个所有的这个22县市全部发函跟中央问过一遍，说有没有同样的减楼层发包了。结果蒋万安回函给我说，他问过了，完全没有。这是柯文哲的发明哎。那这个发明的好处是什么？对厂商来讲，其实没有好处，因为正派的厂商他看到这个标吓都吓死。你这个都审整个设计化的图到8楼。你的钱只给我盖到5楼，后面那怎么办呢？我得标的时候，万一我烂尾，我这公司的名声还要不要？所以黄昌根基不敢来标嘛。这个本来一开始公开竞标，不管是互助啊、黄昌啊、大陆工程啊、根基这些，全部都有资格的，对，没有一个来啊。后来柯文哲拍板选这个砍掉楼层的这案子之后，唯一一个敢来叫中工，就他敢，而且。这个最厉害的就是说，当他只有唯一他敢来，他得标了之后，反而他反客为主。因为后续的这个合约里面规定说，6楼以上契约价金另议，不需要经过公开招标，只要市府跟厂商坐下来谈。那你一旦得标之后，你开始盖了，你是不是反客为主？好啦，
你如果6到8楼不给我钱，那对不起，这不行。那你前面的140亿全部打水漂，谁敢背这个政治责任？所以就算现在换了蒋万安，他也不敢不追加预算。最后这个前面给他140了，后来议会被这个简楼层标案绑住，不得已要追加50哦，而且什么？而且机电、空调、冷链这些还要再另计，那个至少要在10几20亿，对，所以加起来200亿。一个市场盖200亿，大巨蛋才140亿而已。一个市场盖200亿，高雄前镇渔港那徐小新立委骂得要死的80亿，渔果市场到200亿，而且它这个是楼层最矮哦，最便宜造价，而且没有什么隔间哦，还要很宽敞嘛。吴音宁那时候不是有提一个案子，说后来还在议会被柯文哲骂，他提过一个认为说可以便宜11亿，造价可以少10亿，但是那个时候。后来吴音宁走了嘛，对不对？那柯文哲在议会备询的时候，我看那个画面啊，简书培问他嘛，他说他懂什么？意思说吴音宁懂什么？哇，那个样子，我觉得但那个画面调出来，柯文哲一副哇懂王的样子，他最懂。然后那他懂什么？他最懂。结果搞到后来140亿变200亿，搞到后来到金华城的法庭上，他突然变成我都不懂，我不知道，我不懂。所以你看这2个案子前后时间也密接，然后本来一副哇好厉害，我都可以弄好样子，结果你看这个第一渔果市场，现在当然地方上说需要盖完，我想也没有人反对说这个市场要更新，可是总价金被撑到200亿，这个都是因为柯文哲这个变魔术捡楼层的手法，这一点在法律上我觉得有必要去研究，减项发包真的可以这样干吗？都是因为柯文哲这个变魔术捡楼层的手法，这一点在法律上，我觉得有必要去研究，减项发包真的可以这样干吗？其实阿淼刚刚讲的好，观众朋友大概也都听懂，因为从那个时候有人就提到从小平告了以后，那其实因为大家重点都摆在金华城，可是渔果市场中间节目也有大概偶尔提到，就是那个减项工程，大家听了也觉得蛮匪夷所思的那样的一个工程法。可是这整件事情，我一直等到好了，刚才。义夫讲，因为媒体是讲说，2019年7月8号是第一次招标流标，那个义夫讲说这应该是公告吧？公告。那因为媒体上面写的是当天，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减项工程到底适不适合，或中间有没有涉及到一些法律上的一些责任问题，这个当然可以讨论。但是柯文哲为什么就是要在这种时间点？他是当天晚上，柯跟李文忠一起到维京集团总部3楼跟沈进京。然后密会了长达将近快3个小时，这种时候不是更应该瓜田李下？说到底要谈什么呢？在那种时间点，所以包括北检，好，北检除了刚才讲金华城这个已经起诉的这以外，现在看起来我们那时候在节目就讲，包括财产来源不明，那应该是 Part 2吧，就继续往下侦办，然后还有现在包括渔果这种时间点对柯文哲来讲的话，本来大家认为的柯文哲他应该是。很小心这种事，不是啊？你根本不应该在这种时候跟人家聊这个啊！我觉得这个柯文哲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一句台语的这个俗谚，叫做“细汉逃班补，大汉逃看股”。就你小时候他在偷那个农田作物的时候，你跟他讲啊无所谓的，没关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长大的时候他就怎么样，牵一头牛，偷牛。为什么？如果当时渔果市场他搞坦白讲，他那个所有的这个设计，本来就应该要完整的一栋，然后故意把它弄到5楼，然后这个它其实就是为了这个中工在做一个量身定做。这个当时的设计目的其实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嘛。当时如果有办法就彻底遏制，他说：“你不可以这样蛮干，不可以这样乱干。”我相信后来金华城的案子他不敢这样，因为金华城的案子也是很扯啊。你可以这个增加到840这中间，然后这个对公务人员施压，然后完全无视于法令。好。那我觉得，这过程就是那一天这个可能公告这个招标相关的条件之后，晚上就跑去跟沈庆英讲啊，我今天这个就是这样的状况啊，议会怎么骂？我还是这样子，这样让他过去啊。结果你坦白讲，这些公共工程，你如果说它是一个合理的，然后是一个合理的标案，一定很多这个。
这个大的标商，这个大的营造商要来标嘛，没有人来标，到最后只有这个中共，然后很多过去这个。有很多的这些公共工程建设这些大的这个营造厂不敢来标，你就知道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嘛。而且黄昌还标到环南哦，他认为这个一定是他的，对外也这样讲哦，他比较亲绿哦，中华工程比较亲蓝，那对外都很高兴，他就大拉拉做营造的人，可最后连去都不敢去，也放了很多话，沈庆京跟柯文哲的关系也在流传万华，你知道吗？而且你想想看哦。光是这个果菜市场，它要200亿的造价，追加到后来连机电追下去，你刚讲说增加20亿，那就210几亿，210几，最后会210几亿，这个真的是一个天价，这是一个天价。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如果检方重新启动调查，好，或者是检方不是重新启动，检方如果好好的调查下去，我认为这里面产生的这个图利啊，或者产生的这些弊端。我觉得毫不亚于金华城。OK， 因为这整件事情，我刚讲的就是大家都因为尤其在围观知道这种瓜田李下的这种事情，然后在这个时间点，不管你去谈了什么，总是会被人家拿出来讲，一定会嘛？这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一闪，我刚就讲，其实过程当中，当黄国昌讲柯文哲怎么可能会跑，你脑袋有洞哦。那理论上他应该再加一句啊，柯文哲会串购吗？你脑袋有洞哦，因为。你不压的一个原因嘛，一个就串购嘛，一个是逃亡嘛，都是这样啊。但是我刚讲，对柯文哲来讲，你印象中2014年，喊出新政治的柯文哲，理论上根本不应该会有这种状况出现。没错啊，不应该跟厂商拿着刀叉吃人肉，而且吃了20次嘛。每一次你在时间点，我刚才一直在看今天周刊讲的时间点，跟所谓的雨果市场的时间点嘛。刚才讲到。7月8号叫做第一次的招标公告嘛，那他马上去邀请，这个叫邀标还合理哦，但是你市长不一定要去啊，你就是李文忠或蔡壁如去就好了。这时间点是出现在起诉书里面哦，是从蔡壁如的简讯里面，这个也不用证词哦，是你的手机简讯，我看到了他跟李文忠的通讯，说7月8号，另外有一件事。你跟裴市长去找沈庆京，也就是说，另外有一件事情就不一定是所谓的金华城案嘛，是不是就是在讲雨果市场案？所以这个是起点嘛。那起点之后，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就算要邀标，不能邀到办市府吗？对，为什么要找他？为什么要晚上到人家那里去？一般邀标哈，你例如说这是一个正常的标案，对，然后条件都很合理，对，坦白讲大家都会来标，是啊。一般的邀标就是说啊，这个明明就蛮合理的哈，可是奇怪都没有人来标，一次流标、2次流标，这个时候就会有啊，第一次招标的邀标，很少像这种重大公共工程，你这个上百亿的这个工程，然后你说一开始就我市长要亲自去邀标，这很怪啊。第一次招标的邀标。通常都是主办单位去邀标，你不可能上位到市长啊，所以他们已经从7月8号就已经开始在研究怎么去处理这个案件嘛，所以流标3次，他才能够更改规格，才能够减项招标嘛，所以他在减项招标之后，第一次还是流标哦，结果在2月15号得标之后，他12月20号又去跟沈庆京是庆功吗？我在对这个时间点越看越可怕。他在11月28号跟沈庆京第3次见面吃饭之后，结果1月3号第3次招标流标，2月15号1月6号只隔3天，1月6号就马上开了第4次标，让中工得标。结果你1月6号得标之后，你马上就去吃饭了。又去见面了，庆功吗？然后就去谈下一个案吗？所以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如果你给他铺排下来，叫做买小送大嘛？我先有合作基础了，我们在雨果市场合作愉快了，结果开始进行下一个案，叫金华城案嘛。2月20号，接下来3场便当会，接下来所有的政治现金进去民众党党中央里面。这个完全串在一起啦，这个整个叫做金华城的金华烟云的前传，雨果市场根本就是前传，同一主人、同一批人马、同一个模式，都用所谓好像合法的方式，但是其实是设计好的让图利厂商的方式嘛。OK， 所以一夫，这整个案子，你刚才讲，你连那个他是招标公告
其实那天不是流标，所以这整个案如果照你看说往下走的话，对柯文哲来说，下一个我就讲以后每个礼拜，我们大家礼拜二看到了，又是雨果市场要开始了，是不是这样？是啊，你看那个起诉书，其实最好玩的起诉书，你为什么要括号？说7月8号特别要括号，括号的时候引注说，那个8日即北市府办理万大第一果菜及鱼类批发市场改建案第一次公开招标，你为什么要括号附注这一段？那表示今天的会面，脱离不了这个关系嘛，不然他不需要括号嘛。其实这一段话就告诉你下一个案的续曲了嘛，就是他续曲了嘛哈。那7月8号是确实是第一次公开招标，其实去的目的，我揣测就是邀标了，根本不是招商，根本就是直接邀标。那带着李文忠去，其实去完了以后呢，陆续就传出，李文忠也单独都去过，单独都去过，不一定柯去他陪着去，他也单独去过，去干嘛？传闻中又跟雨果市场应该有关系，持续招标，那招标的过程当中，其实7月8号跟9月20号，这是第一次跟第二次的公告，一次是等标71天，一次等标19天，这2次都流标，这2次都流标。流标后，他们既然成立了一个小组，叫做这个发包策略与策进作为。第2次会议就是2019年的10月14号，谁主持？彭振声主持的。彭振声主持里面呢，最有趣的是结论。他结论我摘录一段念啊，有关厂商反映，工程发包预算不足部分，将地上6层以上楼层纳入后续扩充，还不止哦。其余主体工程每坪造价提高到14万以上。已经规定是多少？本来10万，12.5万。对，本来12.5万，然后单坪造价要拉到14哦。14万哦。好，这一个是策进会议14号第2次会议开的，22号市长就批，就照着他走，策进会议。然后呢，接下来第3次公告11月18，中公投标，前面2次都没投，中公投了，而且只有中公一家投标，流标。那请问有厂商反映，是哪一家厂商？如果还有其他厂商，反应达成了，为什么没有投标？为什么只有中公？这就很容易让人家去做联想了嘛，哈。虽然他第3次只有一家中公标又流标，1月3号流标，1月6号马上又进行公告，然后就是沈庆金中公一家参与标，2月6号开标，2月15号决标，3月2号签约。OK， 签约。那你说这中间里面很奇怪的是，有一个传说，柯文哲去见了沈庆金之后，威金集团内部就有做雨果市场的评估，评估出来依照原标案的设计内容，传出来说不能做，会赔10几亿。第1次、第2次标是原标案，会赔10几亿。怎么也没有投标？会赔10几亿跟没有投标是一致的。第3次招标的时候是减项，你就看到中公投了。第4次中公就投标，所以这里面你说检察官会不会问号一堆，要去查？这一定要去查嘛。而且我补充一下，第3次减项为什么原本第1次、第2次，应该福利更好啦，应该其他的原本第1次、第2次的厂商应该进来啊，为什么他们看不来了？看到这个标，谁敢来？
吓死了。所以这里面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还有一个，这个博雅有提到过，就是那个履约工程的履约的第二点。对，第二点，它的扩充协议，不要忘记哦，雨果市场，尤其是果菜市场的扩充协议里面，还包括机电等等。好，扩充里面还包括机电等等。OK。其实，在里面就有传出来说，市政府里面当时的市政府里面有官员有为特定的机电去邀标。市政府里面当时的市政府里面有官员有为特定的机电去邀标，去跟主体的去邀标啊，中间里面有没有关联性？所以一连串的疑惑，那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检察官不查吗？好，一夫刚刚讲的这些，尤其是有没有一些的传言的东西，这些，那检方如果要办这个案子的话，一定会把这些相关厘清，就是真相到底是什么，事实的部分是什么，有没有这些的传言。可是这个案子看起来，尤其是从刚才在这一次进化成人起诉书里面，已经把这些东西标注进去。那如果照媒体上面看起来的话，检方是不是开始要着手办这些？包括另外就是财产来源不明。可是还记得吗？金华城这个案子，我们的贪污治罪条例里面有2个样态，一个叫做收贿，一个叫做图利。刚才义夫他们讲说，其实像黄国昌他们一直就跟你讲那个1500的某实地，但没有人会跟你讨论图利这一块。因为图利检方花了大概50-60页吧，在做巩固那些图利。那图利，义善是林姿妙这个案子，没错，判12年6个月，其实他也没有查到什么钱，那个收贿什么没有，收贿赂全部没有，是图利还有财产来源不明吗？对，没错。今天宜兰县长林姿妙涉贪案一审宣判林姿妙遭判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处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6年，另遭特殊洗钱罪，因为有财产不明啊，他有8000万他交代不清楚的钱，他用洗钱罪来处以徒刑3年6个月。另外，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公务人员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些罪名我们都很熟都在起诉书看得到处以有期徒刑2年6个月，褫夺公权2年，合并徒刑12年6个月。国民党要不要声援一下林姿妙？毕竟民众党都声援柯文哲嘛。那我先跟大家讲，民众党怎么对待林姿妙了？看你们柯文哲，国民党要不要继续挺柯文哲下去？我念一下民众党在2022年起诉时候，他怎么发他的声明稿。林姿妙把自己涉贪定位成政治追杀，政治追杀，最近你民众党不是常常讲赖清德在政治追杀吗？结果你们骂国民党的林姿妙的时候，一样骂林姿妙不能把所谓的自己贪赌的案件说成是政治追杀。我再念一段黄国昌的话黄国昌不是很挺柯文哲啊？黄国昌在2023年他有去听所谓的庭讯林姿妙被庭讯的时候，他说林姿妙要继续践踏法治吗？上午我再度去宜兰地检署旁听林姿妙县长的贪污案件，针对官员透过违法方式让权贵集团才免征土地税而已林姿妙叫免征土地税这个换一下，权贵集团透过不法的容积率图利将近117.7亿，改一下就好了。林姿妙的回答叫什么？基本上维持我不知道与我无关的主轴，并无新意。这是黄国昌在2023年的脸书，我不知道，并无新意。这不是柯文哲在法庭上说我不知道吗？说跟我无关吗？柯文哲这么讲，你黄国昌到现在为止为什么不批评柯文哲说了无新意呢？你不断的捍卫柯文哲，结果你对林姿妙是这么杀的，所以国民党啊，你们还要继续支持柯文哲啊？
责吗？因为黄国昌跟民众党是这么对你们林姿妙的，结果你们现在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里面还在跟黄国昌合作，你们国民党里面的很多的人，除了钟小平除外，除了游淑慧除外，全部都在力挺柯文哲。那我也来念一段那个台湾民众党，有这么多是以前台湾民众党在2022年8月24号，我给大家看，这我同事刚传过来给我看的哈。好，这个我给大家看，我念一下哈。林姿妙把自己的这台湾民众党的声明哦，林姿妙把自己涉贪定调为政治追杀，但他却无法解释为何账户有将近8000万来源不明的财产哈。然后林姿妙女儿没有公职身份，却高度介入县府运作，母女俩公私不分，严重破坏体制，在宜兰当地也是公开的秘密。好，接下来呼吁林姿妙县长知所进退，别考验宜兰人的智商。也要请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如果林姿妙执意参选，国民党是否要推派涉嫌贪污的县长竞选连任？你把县长改成主席，把林姿妙改成柯文哲，全部都通。不一样哦，我们还没有被抓到钱，他们是有被抓到钱。不是啊，只有你在立，不图利，不管我只要图利都该办了。因为我跟你讲。没有人敢用什么司法去诬陷谁是谁，当到那么大的官嘛，证据那么多嘛。图利不是不贪污，图利也是贪污，对不对？就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对嘛，罪行不一样嘛，对嘛，一个5年以上，一个10年这样插在这里。所以我是说黄国昌很恶劣嘛，这种你对我们林姿妙这么残忍，但林姿妙我相信他查一定有一定的证据，检方啊院方判，对不对？那你不能双标成那样嘛。啊，算了，我还是我讲黄国昌啊，黄国昌那个，那这个他根本我是浙江人，我认为他是四川人，那变脸，你知道那个脸变来变去，做球给你杀，骂一下，是，所以不，他可以无耻到我就最后一个归宿就民众党，我也有机会拿到主席，然后我就不要脸的去捍卫柯文哲，哎，算了，如果从政要那么羞辱，我觉得不要从政就算了嘛，我完全我无法想象我。怎么敢这样子？有人呐、我说那个厚脸皮厚成那样子，你看被你们这样打脸，那他有什么开心的？那前后有没有被你们找出来？既然讲到这，我想你要不要回应一下？那柯文哲就是当检方起诉书一出来以后，他们的发言人吴育轩第一时间就点名你，说哪有3亿，哪有5亿，哪有1来1去，哪有10几20亿？钟小平，你天天就在讲这么多的亿，他还叫你道歉。来，两个媒体哈，你去查一下，你去告嘛。你只敢骂我这个小议员有什么用？请问那个《自由时报》有没有写分润4.7亿顶阅？然后如果有给钱的话，那柯文哲拿2、3亿，对吧？有登这个。2，那 ETtoday 独家 ，ETtoday 的关系是跟那个陈佩琪柯文哲是好的哦，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嘛。他说这个林鼎峰就是橘子的男朋友，然后在橘子的手机里面被解读说随时存放那。陈佩琪还干掉柯文哲，家里放那么多钱干嘛？随时存放6000万到3亿，那你去告ETtoday啊，去告嘛！你欺负我有什么用？你去告他欺负你，吴育轩欺负你，然后又说把那堆屎拿回去，对不对？对。我刚2个月以前有一个，我真的原地到我的服务处前面拉屎哈，所以不是骂脏话，吴育轩就是讲什么屎。哎呦，女生呢，漂漂亮亮的，文雅一点了，长得也不错嘛，对。OK。但阿淼，你会发现，对，大家都会，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嘛。所以现在就是拿以前针对林姿妙，因为林姿妙今天的案子是一审宣判嘛。是。但凭良讲，我跟你讲，你很少看到有政治人物，尤其是像这样的官委，在宣判的时候自己到现场去临判的。我必须说林姿妙这一段，这郑伯文刚刚讲，最起码他要展现他的态度嘛。他也当庭就讲，他也是讲，他说现在台湾的司法已经变成政治啦，或什么类似这些。可是刚才讲到的就是包括现在，因为柯文哲这个案子也有图利部分啊，也被起诉这一部分，但民主党不会跟你讲这一块，就只会跟你讲。连谢长廷前行政院长他发的那个脸书，你有没有注意到？他里面也只在讲1500说收贿这一块，他也没有讲到图利的这些啊。就现在大家都是选择看到这一块吗？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退无可退了嘛。可是刚才讲到的就是包括现在，因为柯文哲这个案子也有图利部分啊，也被起诉这一部分，但民主党不会跟你讲这一块，就只会跟你讲。
连谢长廷前行政院长他发的那个脸书，你有没有注意到？他里面也只在讲1500，说收贿这一块，他也没有讲到图利的这些啊。就现在大家都是选择看到这一块吗？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退无可退了嘛。就是对于这个黄国昌来讲，他要做政治处理，所以绝不能认罪，认罪就垮了。他的 mindset 是这样。当然我的看法不一样啊。如果认罪，或者是说做一个适度的尊重司法，我觉得这个党反而有生机啊。但是因为这个黄国昌的政治性格，其实他从头到尾只有一招，是不断的创造冲突，从冲突中得到政治利益，所以他走这个硬说一定不能认罪，绝对不能够承认有做了不对的事情的这条路，他就只能讲那个小沈1500，因为其他都太确定了嘛。第一，政治现金210万那个金流啊，太确定了，因为那些人头都认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一直在强调没有金流，金流在你的党库里啊，金流在他党库里啊，这怎么解释？不能解释，所以略过不讲。政治现金另外啊，还有大概7000万左右的金额是侵占的这个部分，木可公司跟众望基金会，还有拿了钱，结果也没有存到木可，也没有存到众望。你知道，在那个检方的192页起诉书里面呢，他把人事时都写得很清楚了，甚至还写了这个庙圈，直接1000万，而且橘子拿了，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所以这个市长是一边踩飞轮一边拿300，这种东西，以前陈志涵不是呛媒体吗？在市长室收尾，陈志涵痛心，别再羞辱柯文哲。市长室是办公地方，不要再这样羞辱。结果原来这个新闻只要改一个字就好，100%符合。在市长室收，你们不是说会吗？改收钱可不可以？在市长室收钱这件事是真的啦，真的啊。市长室是办公的地方，现在变成收钱的地方，这题要怎么回？没办法回，所以按下不讲。木可公司现在解散了没啊？没人知道啊。没有，还在。后面股东是谁啊？也没人知道啊。450万收到口袋里啦。黄国昌今年5月接受媒体专访才讲，如果柯文哲拿了不该拿的钱，我第一个跳出来批判他，不要怀疑。请问那450万是他该拿的钱吗？就政治的一个最基本的。木可7000万是该拿的吗？所以这一块不能谈嘛，他就无赖嘛？为什么政治无赖？我也没办法，根本就黄国昌这样弄，所以只能锁定1500，他们只能说没看到。我一直在想说，那1500要证明到什么程度？因为现在检方证明的程度是一整张 Excel， 所有每一条，每一个人来都承认给钱了，唯独中间那一条小沈1500，小沈也不认，柯文哲也不认。那我一直在想说，要证明到什么程度，他们才会愿意认了，真的有这件事情。那如果说看到一定要募集到当面小沈拿1500给柯文哲本人，他们才会认吗？我想也不会，因为他们会说这是政治现金，你知道，就是他们会说没有对价嘛。那所以在这样的一整个处理下来，我觉得说他们确实在法律上就是退无可退了啦，只能死守的这个所谓 Excel 那一行字，然后说我不知道是。OK， 北检2度抗告，那抗告理由里面也特别提了一段，就是徐子瑜橘子不是柯文哲口中爱玩的小朋友。那至于要怎么样去凸显橘子不是单纯一个爱玩的小朋友，没有人会喜欢一出国玩40年，好不好？那要怎么样去把橘子的角色在这里头，还有哪一些的证词在这里头，让高院会觉得说好有道理，我再发回呢？还是高院会不会不知道？但志胜，现在这整件事情，你会发现，第一个，他牵扯到不是柯文哲一个人嘛？刚刚讲为什么民众党的这些。因为民众党记得吗？本来2026年说要 N+1吧，各地方遍地开花。OK， 他当然会影响到这个啊。可是他们毕竟还有8席立委，大家讲那2028柯文哲看起来，难道那他们还有一张总统门票啊？就连林姿妙这件事，林姿妙也是图利，再讲一次，他是因为图利，中间有一项图利，一个是包括财产来源不明这些，然后图利就7年多。所以现在看起来，因为林姿妙的任期已经过了一半了。所以接下来就是中央代理，已经宣布了，对，已经宣布了。所有的这些基本上，他可能牵扯到的，连包括未来政治上的一些，大概各个政党之间都会从这个角度也要看未来该怎么办呢？
对啊，要这个就重新盘点现在柯文哲官司缠身，但是人在外头，可能掀起的这个腥风血雨，对于接下来的那个政党怎么盘算？国民党现在处境是尴尬的。刚刚讲了，你要挺柯文哲，你不挺你在立法院的蓝白的整合是有状况。对，可是你挺下去的结果，按照刚刚看那些民调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被绑架着？2026的选举的时候，这个蓝白合的某些地方就要去做退让。譬如说银之庙的事情，大家记得那个民众党也有陈婉慧啊，对，陈婉慧也说蓝白合是有合作的空间的啊。好，不是现在讲，他在1-2个月之前就觉得林之妙可能岌岌可危，他说蓝白合有整合空间，意思就是推他。对啊，就是立法院都可以合作，地方当然可以合作啊。所以不是只有黄国昌在想而已，很多地方都有在想啊。那柯文哲也会拿这个挟天子以令说，你如果不在这些所谓的司法转政治追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继续挺我的话，那我2026跟你鱼死网破，就复制2024的模式，你国民党受得了吗？所以这一往一来之间其实蓝白之间的关系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微妙。我简单讲，我觉得国民党会丧失更多的在这个政治上面的自主性，你会被柯文哲甚至被黄国昌某种程度拉着走，或者是要价之间的过程。你要不要对着小平讲？对，我怕他听了之后会很难过。对，就丧失国民党，这个像某种程度会被柯文哲跟黄国昌拉着走，你上去某种程度。为了钟小平有建议过，跟那个黄国昌谈就好了，不要跟柯文哲谈。建议过。其实蓝白之间的关系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微妙。我简单讲，我觉得国民党会丧失更多的在这个政治上面的自主性，你会被柯文哲甚至被黄国昌某种程度拉着走，或者是要价之间的过程。你要不要对着小平讲？对，我怕他听了之后会很难过。对，就丧失国民党，这个像某种程度会被柯文哲跟黄国昌拉着走，你上去某种程度。为了钟小平有建议过，跟那个黄国昌谈就好了，不要跟柯文哲谈。建议过。不过刚刚那个武哥提到说，就今天5点半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北检要提出要在赶下班前去看报嘛，他最重要一点就在讲反驳柯文哲，他抗告理由希望柯文哲去接来就是讲说，橘子不是你柯文哲口中讲的那个一天到晚在玩的爱玩的小朋友，他跟柯文哲有非常密切直接的关系。除了他讲知道的在办公室踩飞轮收这个顺便收钱之外，有一个就讲这个之前柯文哲到醒吾大楼的这个妙天的这个妙天禅师的这个办公室然后这边讲是说，带走装1000万的现金袋，1000万。然后1000万之后就交付给这个橘子保管，而且嘱咐橘子说，按照他指示的金额分批交给李文忠、李文娟，把他然后处理这个新故乡。所以换言之，其这个流向代表检方敢这样讲，这做看到代表这个金额流向是知道的，所以代表橘子不是一个单纯爱玩的小朋友。那这个市政能不能做成最后重新看到成功？还是看法官他们的想法。对，这条就可以压了嘛？为什么不能压？我要强调的是说，确实橘子的重要性，这不是单纯的爱玩小朋友。对不是，因为我昨天在节目有讲过吧，法律情感跟社会情感的落差就在这个地方。对啊，以社会情感，大家都觉得，连法官都问过，他为什么不回来？就大家都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么吊诡的事？一个小朋友出去玩，然后从8月玩到现在，然后中间把他讲成这个样子，然后还被通缉，可是他一句话都没讲过，一篇脸书没有发过，连可见的账户里头1块钱都没有用过。对啊，太吊诡，那是社会情感。法律情感就是法官跟检察官讲，你证明了，你再证明啊，你去想办法用司法互助，这个就是法律情感、社会情感某种程度，就大家都觉得怪，一定怪啦。那怪不能单纯当做这一块。好，就像小平他就直接说，光这个就可以压了嘛，对不对？对啊，是啊，对，你就不是法官嘛？不是嘛？OK， 可是你知道民主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在民主社会里头，不管任何人，政治人物或一般生动小民都一样。那如果要是有违法犯纪的一些事情，势必就会面临到法律的一些事。
不止在我们全世界民主国家都是这个样。是不是？1分钟告诉大家，南韩法院批准逮捕他们的前总统尹锡悦，他还是总统，他只是现在没有办法执行这些，所以法院下令逮捕他。对 ，OK，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是传他来什么什么，他都不要。对他传了3次，对，然后在这个公调处受不了了，然后就跟法院这个要求说逮捕他，对，然后法院也今天批了，所以可以去抓了，所以要在1月6号之前逮捕尹锡悦到案。OK， 但是底下有一个问题，尹锡悦他只是暂停中职务，他的警卫都还在，对。所以警卫会保护他，然后不要你们。然后现在公调处要去执行他，所以而且现在我刚才看韩国会发生枪战吗？韩国最新的新闻，他家门口已经聚集了3000人，有这个挺尹派，所以还是有他的人嘛，有，所以两边现在在干起来。所以1月6号之前能不能抓？民调超过38，升起来了，才好笑。民调升起来超过38，你作为柯文哲的榜样，实力这个置死地而后生。可是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问题是。就是说，他现在的状况，第一个就是冲突嘛。第二个，尹锡悦的律师已经向宪法法庭、向宪法法院提出说，你公调处不能逮捕总统，你违宪。你要宪法法院决定啊，一切有巧是宪法法院又没完没了了。就像弹劾案，宪法法院要现在要慢慢开他才事先庭。那如果这个东西也要送到宪法法院，那尹锡悦又晾在那边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尹锡悦现在看出来他在做这件事情以拖待变。以拖待变什么东西？因为他的对手。这个李在明其实在11月就是所谓的这戒严之前他其实也因为相关的这个选罢法的问题被判1年有期徒刑，但是他1审而已。但是韩国的规定是这样子，如果你这个终审有罪的话，就他最后决定有罪的话，这个李在明他的是10年内不能参选。OK， 所以等于尹锡悦现在跟你玩。看谁撑比较久，是我会先被弹劾，还是你会先不能参选？那这个盘算就变成是2个政党其实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对决。OK， 好，那南韩人的状况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当然，我相信国人大家会更关心的，就刚前面提到，包括民主党柯文哲主席所有相关的一切案情的一些发展，那到底会怎么样？那我们大家会跟着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一路往下观察的。OK， 今天是2024的岁末年终，明天开始就是2025年，今年一整年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些事情。你在今年年中的这时候，有谁能够再回头去看一下，今年当1月13号投票的时候，那时候柯文哲跟现在，你能够想象这样一路的发展吗？好，那未来到底又会怎么样？好，政治归政治，民生上面，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在未来来年2025年新闻面对面，祝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来年一切平安如意。OK， 那也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年见，拜拜。